一口气看完太平公主的一生。太平公主，背靠7位皇帝的至尊公主，武则天之女，本名不详，道号太平。公元665年，太平公主在河南洛阳出生。作为武则天和唐高宗李治唯一的女儿，太平公主的人生注定是万众瞩目的。她出生这年，武则天41岁，唐高宗李治37岁。在他们的治理下，大唐的版图达到了极盛。唐高宗李治成为历史上第4位封禅泰山的皇帝，而武则天逐渐掌握了大权，开始以皇后的身份参与朝政。武则天的一生共有2个丈夫，6个孩子，4个儿子，2个女儿。长女安定公主出生没多久就夭折了，成为宫斗的牺牲品。此女太平公主自然成了她唯一的女儿。可能是对于安定公主的愧疚，也可能是因为太平公主太像自己了。幼小的太平获得了武则天全部的宠爱，她经常把太平带在身边，带着她读书识字。幼小的太平她在母亲膝上，享受着她的全部母爱，看着那些枯燥无味的朝章政事。此时的她尚且还不明白，这一沓沓的奏章背后是凌驾于世间一切情感之上的权利，包括亲情。在父母和兄长的宠爱下长大的太平公主，天真浪漫，如同小鹿一样灵动自由，天真不谙世事。虽然生活中偶有烦恼，但在父母的保护之下，她仍是天真娇憨，对未来的一切都满怀期待。史书上是这样描写太平公主的长相的：丰硕方额广仪，方额头，宽下巴，体态丰满。她像是一颗饱满圆润的明珠，在繁华的盛世大唐散发着光芒，吸引着世外的目光。679年，14岁的太平公主也到了婚嫁的年纪。吐蕃的使者带着婚书来到了大唐，点名要太平公主前去和亲。吐蕃在当时属于新兴势力，实力强横，纵使是大唐也不好直接拒绝。但看着尚且稚嫩的幼女，李治和武则天哪能舍得她独自去吐蕃受苦啊？为了搪塞这桩婚事，武则天不惜耗费财力物力，为太平修建了一座道观，取名太平观。太平公主按照规定的礼制正式出家，成为了道士。太平就是她的道号。都出家了，那婚事自然也是无稽之谈了。吐蕃的求婚也就此作罢。其实唐朝公主出家修道的并不少见，咱们前面说过的玉真公主、金仙公主都是典型的例子。这些公主出家也并不像咱们想的那样，整天就是苦哈哈的清修打坐。他们的出家更像是办了个会员制沙龙，衣食无忧，吃穿不愁，不仅每个月都有公主的工资可以拿，还没了条条框框的皇家限制，更是放开了天性。所以在道观长大的太平公主性格并没有受到约束，自小目睹父母之情的她，对爱情满怀着无限的憧憬和向往。在李治举办的一次宴会上，太平公主偷溜回皇宫，穿上一身武将长袍，调皮捣蛋的在唐高宗和武后面前献武助兴。高宗和武后被逗得喜笑颜开，问他：“你又做不了武官，穿这身衣服有什么用呢？”太平公主娇俏地说：“那把它赐给驸马可以吗？”唐高宗和武后一听就上了心，开始为她挑选驸马。公元681年，李治为16岁的太平公主赐了婚。他精心挑选了自己的嫡亲外甥成阳公主的2儿子薛绍作为驸马。与大明宫词里演的不同，历史上真实的薛绍只有一位妻子，他和太平公主自小相识，两人感情甚笃。太平公主满怀着对婚姻的期许嫁给了薛绍。李治为他主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世纪婚礼，蝶舞绣香心，歌纷落素尘，欢宜欢宜期，庆夜庆初音，数来言气息，杨早吹书频，方期六合泰，共赏万年春。李治的这首诗描写出了太平公主出嫁时的空前盛况。按唐朝的习俗，这场婚礼是在晚上举行的，路边的篝火把天照得亮如白昼，照明的火把甚至烤焦了沿途的树木。为了让宽大的婚车通过，甚至直接拆除了县关的围墙。整个排场比庆余年里长公主花车出行的阵仗更胜一筹。我从未见过如此明亮的面孔，以及在她刚毅面颊上徐徐绽放的柔和笑容。我14年的生命所孕育的全部浪漫向往，终于第一次拥有了一个清晰可见的形象。我目瞪口呆，仿佛面对的是整个幽深的男人世界。他就是薛绍，我的第一任丈夫，就像大明宫词里描写的这样。
太平公主对这段感情投注了十分的爱意，她完全没有公主的傲气和骄纵，为了这段感情尽心尽力，所以这对少年夫妻的婚后生活十分美满幸福。结婚几年就相继生下了4个孩子。幼时的少女时光虽然幸福天真，但母亲与几位哥哥之间的争权夺利，还是在幼小的太平心里留下了一段暗影。只有和薛少的这段时光，是太平人生里罕见的满是平静的幸福时光。但好景不长，命运在她刚刚生下第2个儿子的那天，突然发生了逆转。丈夫薛少突然被卷进一场谋反风波。虽然他是驸马，但武则天怎能容忍这种谋反的大罪？而且在他看来，薛少对于女儿来说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点缀。这个驸马没了，那再换一个就是。于是薛少被押送进了大狱，没多久就饿死在狱中。太平公主抱着刚出生的孩子坐在丈夫的墓前，丈夫的惨死对她产生了极大的触动。对于母亲，她产生了极其复杂的情感。她自小就见识到了母亲与哥哥的争权，但以前的她还没有意识到皇室内斗的残酷。但此时她清晰感觉到了这个完全凌驾于世间一切感情之上的至高无上的皇权。她开始有了追逐她的渴望。太平公主的人生分为泾渭分明的2个时期，前半生她是无忧无虑的天真公主，后半生她主动走入了政治的漩涡，开始了对权力的角逐。公元690年，在武则天的安排下，太平公主改嫁武攸暨，开启了她的第2次婚姻。而在她之前，武攸暨早已娶妻。武则天为了促成太平与武氏家族的联姻，秘密派人诛杀了武攸暨的妻子。大明宫词里，薛少的第1段婚姻就是取材于武攸暨的这段婚姻经历。在这段拼凑而成的政治婚姻里，太平公主并不幸福，对母亲的反抗占据了她整个内心。她大肆包养男宠，与朝臣通奸行事放荡不羁，毫不顾忌公主的颜面。对母亲满含怨恨的太平，在见识到母亲手腕以后，也不敢太过大胆。她选择的生存之道是顺从与收敛，但她平静之下的野心也能隐隐窥见。公主当年欲战春，故将台榭压成阴，欲知前面花多少，直到南山不属人。她大兴土木，大肆修建山庄别墅，亭台楼阁的豪华规模，隐约之间要把皇城压下去了，连春天春光都可以占。反过来说，还有什么不能占呢？为了自己欲战春的野心，太平开始了谋划。《新唐书》用多阴谋3个字来概括了这段时间的她。太平公主一生参与过3次大的宫斗，每一次斗争都直接改变了李唐的格局。改嫁武攸暨是太平交给武周政权的第1份通名状。她结婚2个月后，武则天正式登基称帝。为了补偿女儿失去丈夫的痛苦，她破例将太平公主的封号提高到了1200户。她的这份时封是普通公主的4倍之多。公元697年，太平公主将自己的男宠莲花六郎张昌宗、张易之2兄弟进献给了武则天，并为武则天除掉了男宠薛怀义。这时的武则天对他分外宠爱，将他的时封提升到了3000户，还经常与他一起商议政事。但武则天面对着这个与自己越来越像的女儿，欣慰之余也难免有防备心理。所以在武周时期，太平公主一直在暗暗蛰伏，并没有在明面上登上政治舞台。公元705年，太平公主等到了她的机会。晚年的武则天对朝政的把持力度下降，张氏兄弟乱政，太平公主联合3哥李显发动了神龙政变，张氏2兄弟被诛杀，武则天被迫传位于唐中宗。而太平公主因功被封为镇国太平公主，是5000户，成为了历史上唯一一位镇国公主。她也就此从幕后走到了台前，积极活跃于权力的决斗场上。纵观中国古代的历史长河，只有大唐出现过一批生机勃勃的政治女性，在政治的舞台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身影。现在很多人对武则天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她是千古一帝，也有人认为她之所以名垂青史，是占了性别的优势。如果她不是女性，怕不是要泯然于皇帝之中。其实我觉得，从武则天所带来的时代意义来说，她被称为千古一帝，名副其实。武则天的出现，将女性是否具有直接掌握社会最高权力的资格这个话题，变为了在最高权力领域哪个性别做得更好。她成功颠覆了只有男人
才能当皇帝的野心。在武则天的刺激下，韦后、太平公主、安乐公主、上官婉儿这些只要我们谈到大唐必然避不开的女性身影，都积极投身到了激烈的权力角逐当中。这是武则天带来的大女主的红妆时代。公元710年，韦后联合女儿安乐公主毒死了唐中宗李显，试图推温王李重茂为帝，自己效仿武皇临朝摄政。这时候的太平公主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势力集团。为了维护李氏政权，她联合侄儿李隆基发动了唐隆政变，斩杀韦后和安乐公主，亲自将小皇帝从皇位上提了下来。拥立四哥李旦登上了皇位，2次从龙之功，让太平公主的地位跃居1人之下万人之上。这次政变以后，太平公主的食封从5000户增加成了1万户。这是什么概念呢？西汉建立以后，刘邦大封功臣只有3个人，获封万户。卫青、霍去病这些名留青史的著名武将也是万户。而唐朝时期能给国家提供赋税的也不过是300万户。太平公主一人就占据掉了国家财政的1/3，称一句大唐最豪也不为过。已经封无可封，几乎到达人生顶点的太平公主，对权力愈发痴迷。见识过武则天成功的她，怎么能停下来呢？她又往前走了一步，她要跳出父权社会，为自己效力。她在朝中大肆揽权，安插人手，到后来朝中7位宰相舞出奇门，他的3个儿子都被封为了王爵。到李隆基接受皇位的时候，他的势力已经占据了李氏朝堂的半壁江山。李隆基大家都知道，他那性子哪是什么软柿子。713年7月，太平公主图谋政变，李隆基则先发制人，干净利落用500羽林军斩杀了太平公主的党羽。太平公主只得逃入南门佛寺。尽管太上皇李旦出面求情，谋反失败的太平公主还是被李隆基赐死家中。这位传奇公主就此在礼堂的夜空如流星一般滑落，她的死也标志着唐朝的红妆时代就此结束。太平公主的一生都生活在权力的阴影之下，她是除了母亲武则天以外，古往今来距离权力中心最近的女性。她生机勃勃，鲜活明媚，既有对权力的痴迷，也有千年万岁、娇花颂声的欣赏纯粹。她勇敢地向前走了一步，完成了从一位普通的公主向大女主的蜕变。虽然她失败了，曾经有这样一段风靡全网的太平公主自述：你一切告诉她，她赢了，但不是男子赢了女子，是这个时代打倒了女子。今朝唯有我母亲站起来了，日后必有千万女子手足相抵，与男子并肩而立。太平公主的失败不是她个人的失败，而是那个时代尚且承载不了妇女独立的大步伐。太平公主在上官婉儿的墓志铭上写下了千年万岁、娇花颂声，只愿千年之后还有人记得你。而在千年以后的今天，她和上官婉儿一样，被无数个我们知晓。如今越来越多的女性正在各行各业乘风破浪，散发光芒，用无需定义的人生书写着独特的女性力量。提到太平公主，你还有什么想说的？评论区里聊聊吧。